OK，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台机器。这台就是我们的脱水机，这台叫脱水机。脱水机啊，当那个物料有需要脱水的，我们就会把它放进这个料斗，然后进行脱水。它底下会排水，外面就把那个物料挤干出来，剩下那个水分差不多是20度左右，可能一来的时候可能超过60度，但是经过脱水过后，我们可以放这个筛碗，我们可以把它的水分降到剩差不多20几%罢了。这个是其中一个机器。OK， 这一台机器就是我们的粉碎机，它是一个万能粉碎机，而且这些机器都是我们自己改装的。都是自己改装你看它里面的片数加的满了，就算你是石头进去都变釉砂出来。OK， 我们就把它一个过滤过程抽进这个里面，这个是粉碎过后的东西我们每次是粉碎满了才用那个铲车把它铲出来。OK， 这个是我们的煨料机，我们会把我们已经要包装的物料。已经发酵好，或者是我们要开始进行包装 product 的那个物料，我们就会把它灌进来这个里面。它是一个煨料机，它就会帮助旋转，然后把料出在这个输送带然后进去这一个搅拌机。这个是我们的产品因为现在工厂忙着在装修，所以很凌乱这个是其中我们的一个堆肥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堆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粉碎机。因为我们要我们的物料出来的细度比较好，所以我们也会经过一下这个。OK， 我给你们看一看上面这一个，这个就是我们上来的时候搅拌搅拌机。这个搅拌机在这个搅拌的过程，它的功用就是帮我们的这个物料混得均匀，然后我们会在上面。再放我们特定的功能菌，再附加功能菌下去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做这个工作，就是搅拌搅拌让它混得均匀。这一架就是我们的筛分机，你看上面一个圆筒然后有那个网那个网你看它的细度只有3个毫米3个 mm，OK 所以就是超过3个 mm 的颗粒都会被淘汰出来。它会有一个地方会淘汰那些大颗粒的东西，所以细的会进去这个筛网里面的那个就是到时候我们进行包装了，所以我们出来的那个细度就会比较有一点控制。这个虫粪这个就是虫粪，它就好像沙子这样，这个就是虫粪，这个麦虫，我们给它吃的饲料是全的米糠跟麦糠，全都是好的东西来的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做好的堆肥它的细度就会这样咯OK， 这些丝你看到的这个丝，这个就是榴莲壳打出来的纤维的丝，这个是榴莲壳的丝来的有些人当草，有些人当宝，是吧？对了，他们不知道的他就以为是什么油棕丝这些不是。你看到这个这样，因为油棕丝，你们看到已经是黑色糊掉了，我们在进行搅拌，它完全看不到了，被混在里面融为一体你看到的这个是榴莲丝，我们打榴莲壳去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丝出来，因为我们每一个物料，我们都会不同的方式去处理。OK， 这个就是打榴莲壳了。这个就是榴莲壳的丝，这个不是油棕丝，这个是榴莲壳的丝。哇，很碎耶，这个。对，你看这边你看它都会有那个菌膜，这些就是榴莲壳的丝咯。它有些就会变粉状出来，有些它会有这个丝咯。所以这个丝这种秸秆对于我们的这个泥土就很好的一个疏松土壤，跟透气，所以你这个。堆肥已经是不简单了，更何况那个菌肥。对，所以大家要支持一下我们的环境，要环保一下。咖啡渣在我们的载体里面应该会有用到，我看有20%吧，差不多是20%左右。这个就是咖啡渣。
这个就放在我们另外一间厂。这个就会很快，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氮元素。这个放咖啡渣，在这个进行发酵很好的一个帮助。这个，这个就是咖啡渣。咖啡渣也是我们一个头痛的东西，每天都送过来了每天都要载过来。OK， 咖啡渣因为要得到不容易，在马来西亚要几间大间的，所以有做这一个肥料的这一块的同行，他们也知道要拿到这个东西不容易就算拿到那个价钱也很高，所以价钱就是我们厂商的致命伤，因为我们不是直接卖出去产品到 end user 手上。我们只是在中间的一个production我们都会做牌子给人家那一块由他们去 marketing 由他们，所以那个价钱，我们每一样物料的那个价钱，你看我们用这么多种的这个物料，所以我们的成本很高，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卖出去，其实我们赚的那个利润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大概都算得到的，因为你每一个物料，我们说这个物料不要钱的好了。我打一个比方，不需要钱都好了，你的车费你都是一个很大的开销，因为一两罗里的运输，这样子拉来的费用就要600块了，所以就算那一个人免费的东西给你，你都要花一个600块的这个运费来去拿这个东西，而且600块的一个这个载体再来给你，比方说它能够载得到5吨就好了，我们说5吨，不过它是不是载不到5吨最多载一个2、3吨、3、4吨。OK， 比方说我们说一个5吨就好，但是你进行发酵过后，我告诉你，你可能拿到的东西5000公斤我告诉你，你拿不到一个800公斤。当你糊熟过后，你想象一下一棵大树，你让它糊掉了过后，干掉了过后，你拿到的是一个灰好比如说我们发酵的原理就差不多像我们把一个木把它烧尽它，烧了剩一个火炭灰，你可以拿到的就是脱水完的东西，所以那个东西是几%罢了。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拿很多的载体，我们的产品的品质又没有办法控制得好这个就是我们厂商这一块我们自己的一个挑战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还有忘记介绍甘蔗渣甘蔗渣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很好的这个碳元素。它非常好，为什么？它可以解决掉我使用这个糖度给这个微生物的一个食物，因为它原有本身就带有甜度，对带有甜度，而且是一个天然的甜度。我就把所有的收购回来咯，那种大型的搅甘蔗或者是去甘蔗皮的我都大量跟它收购回来了。所以你一样东西就要做这么多个 step。我们的发酵在目前在马来西亚可能我们会被人家笑了，因为我们出的货很慢，原因是因为我们太多载体来发酵，而且我们不是把所有东西混在一起发酵因为我们的种类太多我们会分很多个 step 很多个部门来发酵不同的载体的原因是，比方说咖啡渣，它可以在短短3天发酵好。豆腐渣也可以在3天4天里面发酵好，但是有些东西它可能要用到1个星期，你明白吗？所以那种会比较长时间，就好像那个有种的果串这样，所以那个东西我们要很大量的一直来，很堆特别多，你明白吗？来给它发酵先，然后才可以足够的这个货源来给我掺配别的这些物料。比较快的来混在一起，因为它们发酵的时间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把每一个载体发酵的时间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做的工作比人家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要做试验，拿你一个时间，我们要 record 起来，咖啡渣它多少天可以发酵好这个豆腐渣要多久甘蔗要多久每一种我们都会记录起来，然后才看它的时间来排列，才来混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安排了。不是直接一来了就混了就直接制作不可以。我们在进行发酵的时候，然后那个米坑它又很轻但是它的那个 costing 很高，所以成本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很难。所以很多人说，你做这个有机废料，哎呦，极好赚。我说，好不好赚？你们踏入这个行业，你才自己知道你们的苦衷因为
当然有些东西真的是免费给你，问题我们就是贵在这个所谓的 transport fee 车缴费，车缴费是一个很头痛的一个问题。我们有我们的罗里，我们员工又有限，我们不可能每天花一个时间来去载每一个地方不同的物料，太多个地方了，你一天载不到2个厂，我们有14种，超过14种的物料，超过14种，其实我们有用到18种。你看这个粪又要找一个地方存，然后它要下的时候，我们要量好这个多少重，那个多少重，全部很多的工作。只是那个虫粪不了，就已经你去哪里拿对啊，所以虫粪每个人就说，有可能拿这么多的虫粪吗？去哪里找这么多的虫粪？我说不要相信我，眼见为实。给我找到一只这个虫，还没有死哎。OK，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麦虫你看它还落网之鱼在里面没有筛好出来就是这个的虫粪哦，就是我们养了喂制这个龙鱼的。哇，这样子你18月很多这种虫哎。OK， 我告诉你，因为这个虫粪养这个虫的人不多。OK， 然后这个粪他们又没有地方处理他们就一直收，刚马上就安排给我，可以给我1个礼拜就超过5吨的这个沙粪，我们叫虫沙粪所以你看它的细度，一撒下去土壤就可以瞬间的去填细掉那个土壤的细孔，对植物的吸收也很快。你看还在动这个沙，没事，落网之鱼。谢谢 Kelvin 分享他的生物有机堆肥这么多个款，大概10个款对吗？今天介绍的，现在已经看了10个款，我看有吧？有啊，所以谢谢他分享，肯公开给大家，也很感激 Max 一个很环保，对我们生态做出很大贡献的一个好，谢谢大家，好，观看订阅，谢谢大家，谢谢。OK。